11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出席中日韩外长会。暌违4年的三国外长会重新召开，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按照惯例，外长会是筹备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三方取得哪些最新进展？三国外长在三边及双边会谈中又取得哪些共识？来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阳子26号在釜山的 APEC 世峰楼举行三国外长会议。这是三国外长时隔4年零3个月再次聚首。上一次三国外长会于2019年8月在北京举行，同年12月在成都举行了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韩国担任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朴振在开场白中表示，期待三方以今天的会议为契机，共同致力于推动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尽早成型。삼국 외교장관회의가 4년 3개월 만에 개최되어 한국, 일본, 중국의 협력이 복원과 정상화의 길로 나아가게 된 것을 매우 뜻깊게 생각합니다. 多家媒体报道，中日韩外长在会谈中一致同意，将尽早在合适时间召开三国领导人峰会。不过，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庸当天在一档韩媒节目中透露，三国领导人峰会恐怕难以在年内举行，因为时间比较紧张。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日韩时隔4年再次举行外长会，是中韩关系迈入第2个30年的开局之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愿同韩方、日方共同努力，推动三国合作重入正轨。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方将继续本着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同韩方和日方共同努力，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我们新的贡献。据韩联社报道，朴振在会议中也表示，三国的合作潜力巨大，但期间受到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三方合作遇到过不少困难。他强调，三方应推动三边合作的制度化发展，进而构筑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三边合作体系。上川阳子则表示，为促成三国领导人会议，想要同中韩两国就三国合作的正确模式、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三国作为邻国，有时虽会遇到难题，但三国合作取得进展，为维护三国乃至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巨大贡献。希望各方能从大局出发，将会议打造成重启三边合作的契机。日本共同社消息指，三方确认将在经贸、和平与安全、人员交流、科技、可持续发展以及公共卫生这6个领域开展合作。三方还一致认为，改善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状况很重要，需要继续开展外交努力。时隔4年以来，这种中日韩的外长会议重启，也反映了过去一段时间三方合作的这种困难和不畅。那么在后疫情时代，那么各方经济的发展复苏的需求以及当前地区形势，都需要中日韩三方积极加强合作，推动东北亚地区环境的这样一个改善和经济的这样一个繁荣。观察指，近来中日韩关系出现消极波动，与美国因素在东亚的参与显著增多密不可分。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对东亚局势的强力介入、改变、干扰，甚至可以说破坏了中日韩合作机制。特别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奉行亲美和亲日政策，使得韩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前沿两翼的格局更加分明。不过，在刚刚举行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上，美方反复强调不与中国脱钩，也让日韩看到了调整对华关系的新一轮外交契机。中日韩三方关系的发展符合三国的利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日本和韩国也是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近期以来，日韩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确实也存在看美国眼色的这样一个成分，但是在当前中美关系缓和以至于改善的情况下，那么也使得日韩改善中日关系的这种需求更加强烈，那么这也有利于中日中韩以及中日韩三方合作的这样一个加强。出席中日韩外长会期间，王毅还分别同日韩外长举行会谈。
25号下午，王毅会见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这是今年10月上川履新日本外相后两人首次会谈。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会谈时长约1小时40分钟，较原定计划延长40分钟。推进战略关系，政治构建体系安全、建设性、稳定，这是重要的。王毅强调，重建战略互惠关系，一要树立正确相互认知，明确双方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各自坚持和平发展；二要尊重彼此正当关切，日方应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关海洋安全和民众健康，中方反对日方的不负责任做法。当前需要建立各利益攸关方全面、有效、独立推进的长期监测机制。三要加强互利合作，共同抵制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切实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上川洋子表示，日方愿同中方紧密协调，加强对话沟通，不断积累积极因素，推动日中关系沿着两国领导人指明的方向向前发展。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愿本着建設性态度，通过对話尋找解決核廢水排海問題的適當途徑。日中関係を発展させるべく、今後部長と緊密に連携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外界高度关注处于承前启后关键时期的中日关系将如何发展。观察指，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会面时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释放出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中日关系止跌企稳的积极信号。2008年，中日领导人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战略互惠关系是指两国政府在双方经济、文化、体育、卫生、科教等各个领域中都给予对方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利于一方在另一方国内享受更好的优惠国待遇。东京大学教授、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川岛真分析指，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安田文雄很可能效仿美国，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对话和沟通机制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在 APEC 旧金山会议期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宣布，双方同意建立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中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组，以促进两国贸易投资合作。此次中日外长会面，双方确认将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沟通，同意积极探讨举行新一轮经济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适时举行中日战略对话以及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上川洋子告诉媒体，我们正在寻求就各种问题进行进一步密切沟通，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安全会谈。日本放送协会注意到，两位外长均向对方发出了访问邀请，并一致决定将商讨外长互访事宜。中日关系的改善符合两国和人民的利益，这是两国政府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也是过去中日关系50多年历史的一个深刻的这样一个经验所总结。所以从APEC 峰会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实际上也有助于今后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改善，从而达到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相互的一个战略互惠和这样一个友好的这样一个邻国的关系。26号，中日韩外长会前，王毅会见韩国外长朴振，双方确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愿持续沿着这一方向向前推进。韩联社称，这是两国外长继今年7月在印尼会面之后，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会谈时长约2小时，气氛友好严肃。
王毅表示，近一时期，国际地区形势发生很多重要变化，中韩关系也出现不少新情况，但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这个客观事实永远不会变。两国关系好，双方受益；反之，双方受损，这个道理也永远不会变。中韩关系发展应始终锚定友好合作的大方向，这对双方来说是必须做好的必答题，而非选答题。王毅指出，中韩已成为利益高度融合、产供链高度互嵌的合作伙伴。中国具有完备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将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这将持续为中韩互利合作提供新机遇。双方应共同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科技问题工具化、经贸问题泛安全化的倾向，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朴振表示，韩国政府重视韩中关系，认为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愿持续向前推进。这是韩方的明确立场。韩方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深化经贸合作，维护供应链稳定，促进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对于韩国政府而言，如果说想在中美关系当中，更好的处于一个对韩国有利的位置，就应该能够跟中美共同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而不是依美自华，甚至是在很多事情上违背中国的这样一个核心利益。那么这很显然是不利于中韩关系的一个稳定和发展。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等交换了意见。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东北亚局势中的稳定力量，一直并将继续为缓和半岛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据韩联社报道，朴振在会上提及朝鲜日前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1号一事，并向中方说明韩方终止韩朝919军事协议部分条款的情况。此外，韩日外长也于当天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对日索赔案胜诉等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意见。